别人穿越做开挂主角，而我却穿越到大明灭国皇帝崇祯帝身上。但我要改变国运，让八方来和，万国来朝，为大明再续命300年。藤藻轻笑一声，眼中透着一丝戏谑之色。他向袁可丽施礼后，直言不讳地指出了孟原县的异常情况，指出了难民聚集在这样一个偏僻的县城的不合常理之处，并怀疑潼关是否参与其中。袁可丽对这一情况表示，需要调查后才能做出结论。随后，藤藻引领众人，包括一些富商、士绅等，来到了堂上。袁可丽简洁明了地说明了朝廷需要借粮的情况，并请求他们家中存粮用于救灾。在袁可丽的压力下，众人纷纷表示愿意借出粮食，汇报了家中存粮情况，总共达到了4000担。袁可丽再次强调借粮的性质，并询问他们是否需要现银或者房产等作为抵押。众人一致选择了房产等实物作为抵押，因为他们心知肚明，一旦朝廷的要求被拒绝，后果不堪设想。随后，袁可丽安排了潘明龙负责施州事宜，并详细询问了他对施州流程的了解。潘明龙被任命为代理知县，负责筹备州棚及其周边事务。袁可丽特别强调了几个重点注意事项，包括处理城内不法分子，确保难民安全和卫生等。潘明龙离去后，袁可丽心有余悸地回想着眼前的局势。他心知肚明，眼前的困境远远没有解决，而是一个更大的挑战等待着他们。他毫不犹豫地开始写信，向朝廷汇报并请求支援。信笺一页一页地填满，他的笔触刚劲有力，每个字都透露出他内心的焦急和决心。孟原县衙内，袁可丽紧锁眉头，思索着眼前的困局。城内的百姓在疾病与饥荒的夹击下苦苦挣扎，而他必须尽力帮助他们，但此时的局势却十分棘手。夜深沉如水，袁可丽躺在由2块门板拼成的床上，努力思考今日之事及其后续处理方案。逐渐，他陷入了沉睡之中。天刚破晓，城内的百姓和难民开始活动，各自打听消息。当当当，几声锣响打破了宁静。衙役高声宣布，城内开设州棚，百姓们根据户籍到指定区域领取。消息传开，城内百姓震惊不已。多月以来，官府从未如此施粥，这一举动让他们不禁感慨。在州棚前，人群聚集，袁可丽在崔明的保护下视察现场。尽管稍有混乱，但在衙役和潼关卫的组织下，秩序逐渐恢复。袁可丽站在高处，面对着群众，郑重地宣布每日供应热粥，并警告任何闹事者都将受到严惩。随后，他乘马车离开孟原，沿途众人会送。马车远去，心中的担忧却愈发沉重。由孟原至渭南，路途艰难，尸骨遍地，灾情之重令人绝望。到达渭南后，曾宪松等官员汇报灾情，指出多个县受灾严重，粮价飙升，宗室涉及粮食调度，引发局势恶化。袁可丽听罢，心中叹息。他已猜测陕西灾情与秦王府有关，但此刻证实却令他难以承受。宗室的涉案更令他苦恼，其行为违反朝廷规定，涉及重大，必须妥善处理。此刻门外喧哗，一道人影闯入，宣称白水军情急报。袁可丽被突如其来的情报惊醒，他坐直了身体，接过密封的情报，眉头紧锁。曾宪、崔明等人满是疑惑，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，竟让这位经历无数风雨的老臣如此变色。袁可丽示意众人也看看情报，曾宪接过信笺，其余官员也围了上来。在短短片刻内，众人皆知袁可丽表情之变的缘由。信笺上详细记载了天启7年11月16日寅时，白水叛军袭击运粮队伍的情况，粮草兵被冲散，粮食被劫掠，火灾造成严重损失，伤亡惨重。叛军的嚣张行径让众人愤怒不已。曾宪和崔明怒不可遏，众人也同样愤怒。这伙叛军简直是狼心狗肺，明知国家正面临着粮食紧缺的危机，却肆意劫掠纵火。这次事件损失的粮食足以解救数万百姓，却被叛军烧毁，令人不齿。袁可丽打断了曾宪的话，指出愤怒没有任何意义，首要任务是赈灾安置百姓。他强调，只有确保人民的安全，才能解决国家面临的危机。袁可丽分析了叛军的行动，认为他们兵力有限，只敢采取这种低效的抢劫手段。崔明补充道，叛军劫走的粮食相当于1200石，折合60万斤。根据他的估算，叛军的兵力不超过3000人。他推断叛军可能会藏匿在山区，这对于大规模追击构成了巨大的难度。袁可丽询问众人应对之策。崔明提出2种可能的方案：一是采取穷追猛打的方式，但山地地形复杂，大军难以进入；二是围困山区，等待叛军粮食用尽后自行出来。但他也坦言，这些方案都有难度。经过众人的讨论，未能得出更好的解决方案。袁可丽决定暂时放下叛军的问题，优先安置百姓。袁可丽发号施令，
有效地安排了每个人的任务，展现了出色的领导能力。他强调万不可掉以轻心，必须以百姓的生命为重。最后，袁可立交给崔明一份紧急信件，要求立即送往北京城，呈递给皇帝，同时送往西安府，呈递给秦王。这份信件汇报了灾情和请求支援的内容。崔明接到命令后，立即着手安排人员将信件加急送往目的地。在东暖阁内，崇祯端坐在龙椅上，一袭龙袍，显得威严肃穆，手中握着袁可立紧急送回的书信，他的眉头紧锁，目光闪烁着犹豫和思索。书信中的内容让崇祯陷入了沉思。3件事情，每一件都牵扯着重大的政治利益和权力博弈。首先是孟元灾民与官商勾结倒卖粮食的事情，背后竟然是魏忠贤的势力。其次是袁可立怀疑秦王府在陕西旱灾中有不光彩的行为，请求调集共生到陕西弥补人员不足。最后是有关驿站问题的提议，崇祯打算将驿站开放给百姓，以解决现有的问题。崇祯心中犹豫的不仅是如何处理这些事情，更是对宗室的考量。在他看来，朱家后代的生育能力让人惊叹，但也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负担。亲王郡王成群结队，享受着丰厚的封赏和俸禄，而这一切都是国家财政的支出。尤其是若秦王府也牵涉其中，那将是一桩更加麻烦的事情。崇祯的思绪纷乱，他意识到必须做出决断，但又不得不权衡各方利益。若秦王府真的有不正当行为，杀还是不杀？这个问题困扰着他。然而，在权衡利弊的同时，崇祯心中也涌起了一丝惊喜。袁可立的信件或许给了他一个改革的契机，尤其是关于驿站的提议。这个看似简单的举措，却可能在未来对国家的运行产生深远的影响。如果能够成功实施，将驿站开放给百姓，那将成为一项改革的重要举措。崇祯心中渐渐有了决断。对于孟元的事情，魏忠贤的势力已经不复存在，加速清理即可了结。至于秦王府，他决定派人进行彻查，如果确有不轨之事，就必须严惩不贷。而关于驿站的提议，他决定尝试一番，给予袁可立支持，并要求内阁大臣进行具体规划。崇祯深思熟虑之后，终于做出了决定。对于那些触犯大明律的人，尤其是宗室的成员，他决定不能手软。他给自己找了3个理由。首先，根据大明律，王子与庶民同罪，他之前曾经在一场书生闹事中提到过这一点。如今宗室的人犯了法，如果他不予以制裁，民众对他的信任将会受到严重损害。其次，这些宗室成员的行为涉嫌欺君行为，他之前发布了不涨价的圣旨，作为宗室的代表，他们却违背了圣旨，这不仅是对朝廷的藐视，也是对百姓的伤害。第三，他们手中掌握着大量的田地，作为太祖一脉的传承者，他们不仅没有起到表率作用，反而在私自兴办4民之业方面搞出了许多乱子。崇祯心知必须收回这些田地，然而如何处理这件事情是需要慎重考虑的。尽管宗室自组织后失去了实权，但他们仍然享有一些特权，这些限制在初期可能起到了作用，但到了明中后期却逐渐失去了效果。有些王府甚至成了地方流氓盗匪的庇护所。虽然他们不能拥有私兵，但却能庇护地痞流氓和盗匪，形成了一种类似于私兵的势力。考虑到宗室府邸与朝廷大臣和地方官员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，崇祯意识到处理这件事情可能会带来一系列问题，尤其是在旱灾和民变等紧急情况下。但既然已经做出了决定，崇祯开始着手准备。他写信给袁可立，让他彻查秦王府的事情。然而，就在他刚写完这封信的时候，王承恩又匆匆赶来，手持着袁可立第2封紧急来信。崇祯接过信后，阅读内容后，心中满是悲愤之情。袁可立在信中详细描述了民变和秦王府的情况。面对如此不忠不义之事，崇祯决心要彻底解决这些问题。他甚至动了御驾亲征西安的念头，但考虑到形势紧急，又放弃了这个打算。他意识到现在是1年之末，还有许多重要事务需要处理，而且一些重要官员即将到达北京，他们的安排至关重要，不能耽搁。崇祯决定让马祥林带领军队前去平定民变，以彰显朝廷的威严。在和马祥林的会面中，他要求马祥林不留情面，彻底镇压民变。这一决定使崇祯稍感安心，因为他知道有了袁可立和马祥林，处理这些问题将会更加顺利。然而，他也深知宗室问题的严重性，决心不能心慈手软。就在他稍稍松了口气之际，王承恩禀报道说，锦衣卫指挥10里若连求见。崇祯皇帝闻言，心中稍感愕然，近来事务繁忙，竟将此事遗忘。但随即他心情一振，这4位将军乃是大明之猛将，个个神勇无双，其加入可为朕增添不少筹码。他下令将4位将军召至华盖殿。当黄德功、周玉吉、曹文照、曹变蛟4人步入殿内，
崇祯皇帝内心不禁激动。四人虽身披长袍，但斗志昂扬，气质不凡，远胜金营将士。黄德功号称黄床子，在战场上屡立战功，镇压叛军，威震边疆，乃金营名将之一。周玉吉则是以河南战役声名鹊起，数次大捷，与敌周旋，战功彪炳。曹文照在北方征战中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，尤其在丘头镇之战中表现出色。尽管最终以死亡告终，但其忠勇令人敬佩。曹变蛟则以一己之力几乎击溃了敌军重要将领，战功卓著。崇祯皇帝压制内心激动，示意四位将军免礼。然后他询问道：“四位爱卿，可知朕召见你们回京有何事？”四人各自心中疑惑，但表面仍显恭敬。崇祯皇帝未及解答，转而询问方正化：“藤乡四卫的整顿情况如何？”方正化详细汇报了藤乡四卫的编制情况和训练计划。崇祯随后详细介绍藤乡四卫的构想。四人听后，眼中闪过兴奋之色。他们纷纷表示，若能实现此构想，必能大大提升大明的战力。崇祯皇帝笑道：“黄德功、周玉吉、曹文照，若让你们担任藤乡四卫的指挥使，可有能力打造一支超群战力的军队？”曹文照、周玉吉和黄德功三人同时跪倒在地，恭敬地向皇帝行礼。他们内心燃烧着对国家的忠诚，渴望能够为皇帝赴汤蹈火。如今面对贱奴的威胁，他们义无反顾地站了出来。皇帝崇祯亲自扶起三人，赐予他们重要的职务。曹文照成为藤乡左卫指挥使，周玉吉成为藤乡右卫指挥使，而黄德功则被任命为武乡左卫指挥使。曹变蛟眼睛闪烁着羡慕之色，尽管他勇敢无畏，但由于年龄和地位的限制，他仍然只是一个百户。与三位被提拔的将领相比，他显得有些遗憾。然而他并没有隐藏自己的情感。崇祯对他的率直印象深刻，这种直率的性格让他感到欣赏。曹变蛟向崇祯解释了自己没有被任命的原因，他指出了年龄、地位以及与叔父的关系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。崇祯听完他的解释后，心中既感动又无奈。他意识到曹变蛟的考虑十分周到，虽然年轻，却有着成熟的思维方式。崇祯告诉曹变蛟，他并不认同曹变蛟的观点，在他看来，年龄和地位并不是问题，他有能力破格提拔曹变蛟。崇祯透露，他计划组建一支只属于自己的军队，由曹变蛟担任指挥使。这支军队将是大明军队中的精英，将被称为勇士营。曹变蛟听到这个消息后，震惊不已。他意识到这是一个巨大的荣耀和责任。崇祯的决定让他感到激动和自豪，他立刻表示愿意接受这一任命，并承诺要尽力训练这支军队，确保他们能够成为最精锐的部队。崇祯对其他将领也进行了一番安排，并提到了即将到来的演武比赛。他希望他们能够取得好成绩，展现大明军队的实力。最后，崇祯让方正化去接待其他将领，并准备了一笔丰厚的奖赏作为他们的安家费。崇祯看向了锦衣卫指挥使李若莲，询问锦衣卫整顿的怎么样。李若莲听完皇上的话，心头一震。他想起了魏忠贤去世那天，皇上曾交代他尽快整顿锦衣卫，有重要任务要交给他们。李若莲向皇上报告了锦衣卫的情况，虽然上报的人数超过5万，但实际只有15000人左右。经过剔除老弱病残和一些家丁之后，目前锦衣卫只剩下8000余人。他进一步说明，其中有4000余人曾在他、王国兴、高文才等人手下工作过，可以随时调动；剩下的4000人需要一段时间进行训练。皇上沉吟片刻后，自语道：“4000人勉强够用，4000人不可能全部调往陕西，但马祥林已经前往陕西，等他平定了民变后，就可以率军前往山西。陕西有许多卫所，如西安前后左右中后5卫、延安卫、绥德卫等，足20多个。然而，之前没有调动这些卫所去镇压民变，原因有3：一是民变由当地人发起，卫所军可能存在通敌情况；2是卫所军战力不足，难以应对庞大的民变；3是为了处理8大经商的事务。崇祯下令让所有人退出大殿，并严禁10丈内有人靠近，违者杀无赦。在王承恩离开后，崇祯告诉李若莲一条密报：山西介休范家、吕梁和新州王家、大同靖家、洪同梁氏、祁县田家、庆县翟家、黄家等8大家族暗中与贱奴勾结，向其出售茶、盐、铁器、火器、粮食和情报。李若莲闻言大惊，这8大家族竟然做出了如此背叛性的行为。这个消息简直是一个晴天霹雳，他感到仿佛1万个雷霆在脑海中同时爆炸。与魏忠贤相比，这8大家族的罪行简直不可饶恕。这8大家族一旦罪行确凿，将会遭到诛九族的惩罚。而8大家族共有的成员至少有2-3万人，数量之多堪比太祖和成祖时期的案件。片刻后，李若莲缓过神来，愤怒地说道：“他们竟然如此胆大妄为！”皇上冷笑着表示赞同，
眼中闪烁着愤怒的光芒。虽然大明律法并未明文规定禁止与贱奴交易，但禁止交易军器和情报却是大明朝政府的明确规定。八大经商必定是叛国的，无论有何样的辩解，都不能改变这个事实。他决定将八大经商抄家灭族，绝不容忍这种卖国行为。李若莲表示愤怒，并请求皇上下令。皇上命令他派遣心腹前往山西，不是为了查找他们的罪证，而是要彻底了解这八大家族的九族关系。等到皇上的圣旨下达后，一人都不能放过。另外，皇上还吩咐他派人前往张家口监视情况。崇祯记得在萨尔浒之战前，八大经商的交易往来都在那里完成。他警告李若莲，即使发现了什么线索，也不能采取实质性行动，以免惊动对方。此事只能他知道，就连派出去的锦衣卫也不得泄露一字。李若莲领命离开大殿，而崇祯则回到东暖阁，坐在龙案后陷入沉思。八大经商的背后可能还有其他势力。他决定查抄八大经商之前，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。从山西口岸向北，途径蒙古地区，绕道至张家口。这一路不得不穿越太原军镇和大同军镇的防守区。张家口作为宣府边镇的管辖范围，也就意味着这3个边镇的高层领导可能存在问题。想要牵制八大经商，必须处理好这3个边镇的军政要员。崇祯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总兵是地方军事的最高指挥官，如果他们存在问题，大明朝就岌岌可危。经过思考，崇祯推测八大经商向边镇运送物资，尤其在宣府可能存在问题，因此除了总兵，还需关注宣府巡抚、张家口守备和护士牙郎。崇祯决定召见李邦华，希望了解关于21位的情况。当李邦华来到东暖阁时，崇祯对他的状况感到惊讶。李邦华浑身是汗，官服脏兮兮的，这么冷的天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？李邦华解释他正在整顿21位，为此他查看了各地，有些失态，请求崇祯谅解。在了解整顿情况后，崇祯发现了21位的严重问题，人员编制严重不足，部分人冒领空饷，尤其是济阳卫、济州卫和通州卫更为严重，高达30%。府军前卫的实际人数也远低于编制，而且其中涵盖了京都勋贵士绅家的子弟。崇祯心中叹息，大明朝的腐败已经渗透到皇帝的亲军，更不用说地方的卫所了。在李邦华的报告中，崇祯了解到府军前卫在编制上比锦衣卫要少得多，但在实际人数上却多出1倍。府军前卫负责皇帝身边带刀侍卫的选拔，以及监督其他卫所，因此人数远超其他卫。李邦华提出了恢复战力的方案，即实行类似考成法的制度。这个制度的核心是对将领们进行考核，根据表现恢复原职或晋升，未达标则撤职，以此来激励士兵及将领们。崇祯听后大喜，但也担心将领们会将压力转移到士兵身上，导致士兵不满或哗变。李邦华提出对此采取相应措施，如若发生哗变，将直接处置哗变士兵的将领，并给予士兵奖励以及晋升机会，以震慑和奖励相结合的方式来保持军队的稳定。崇祯决定将这个方案在朝会上讨论，要求李邦华将方案整理出来，明天与群臣商议。在庄严肃穆的皇极殿内，众臣的心思翻腾着。李邦华站在殿中，他的举动引起了众人的关注。这位将军以嫉恶如仇而著称，一旦盯上谁，那就意味着麻烦的降临。然而，他的举动却异常出人意料。他提议重新开启考成法，这个提议在大殿中引起了巨大的震动，所有人都像是被雷击一般愣住。这个提议太过出人意料，众人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重启考成法，这不是自寻烦恼吗？但是李邦华毫不动摇，他坚定地陈述着自己的观点，表达着这个举动的意义。在他的解释下，众臣们虽然理解了他的意图，但是却不希望他这么做。在他们看来，这种举动可能会引发更大的麻烦，甚至会影响到整个朝廷的政策。他们开始纷纷表达自己的观点，讨论着这个提议的利弊。而皇帝崇祯则静静地坐在龙椅上，目光深远，仿佛在思考着更为重要的事情。他没有打断众臣的讨论，而是静静地倾听着。过了一会儿，众臣的议论逐渐平息下来。此时崇祯终于开口了，他询问众臣是否有其他方法可以在3个月内恢复21位的战力，表示自己可以不采用李邦华的提议。他们不约而同地表达了对皇帝的忠诚，并表示愿意全力配合皇帝的决策。在这个氛围下，崇祯终于决定重新组建一个部门，名为大明军纪监察部。这个部门将直接负责皇帝的26位亲军，以确保他们的纪律和效率。这一决定得到了众臣的一致赞同，他们纷纷表示支持。崇祯随后询问了孙承宗，希望他能为这个新部门定下评级。